這個時候，我們人工湖旁邊的行人已經多了起來了。我們再往前方啊，這個釣魚台的前方還放了3輛汽车啊，發生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。這個碼頭怎麼會有犯罪率呢？我們把這個景別拉大一點，看一下有沒有警車過來。我記得在我們這個新區域應該是有一個警察局的，檢查一下警察服務。哎，最近的警察服務在這兒。我們看一下他出动了幾輛警車，10輛警車啊，那麼就不用再擔心了。我相信這個警車很快會來到這個位置了。犯罪率已經過高了，大哥。那這樣吧，我們在這個人工湖的旁邊呢，去建設一個新的警察局，直接把它放在這兒，去震懾一下它。你看，警车来到了以後啊，這個犯罪行為馬上就取消了。我們再來檢查一下，這個警察局現在出動的車輛有4輛。那說明這個城市的警察局還是不太夠用啊。那麼下一步我們想把這裡的人數去增加的話，我是這樣想的，我們先切到這個城市的全景，然後我們在這個小島的邊緣可以去做一個港口。這港口的難度在於，我們先看一下啊，這個邊緣的山脈有點太高了，這個道路直接沿過來的話有點不是太合理，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山體裡面去掏一條隧道，試一下拉近一點。這個距離啊，前方有一個小山谷，這個地形我們就不再動了。然後把這條路這樣沿過來以後，從這兒開始掏隧道。建造費用1200，再向前走，來吧。差不多走到邊緣以後啊，我們從這兒把這個隧道先檢查一下這個高度啊，我現在有點看得不是太清楚。可能這個高度有點太高了啊，這就是工程不標準帶來的。然後呢，我們再用工具把它給兩邊統一一下。我們找到這個道路平滑的工具，然後呢，先點一下第一個節點，再點一下最後一個節點。好像還可以啊，來看一下效果。现在倒是感觉还可以了。那麼我們可以把這條路呢，先自由的去強制一個地面，只要旁邊存在一部分小型的格子，我們就可以把客運港口建在這兒了。那麼打開這個地形的工具去試一下，比如說這個道路的高度是121，我們把前方呢直接把它做成平地。如果在现實裡的話，有一些船只來到這個位置啊，他完全就想象不到這個隧道裡面還有一個城市，回去就可以寫下一篇桃花源記。這片空地我們放置一個客運港口的話，試一下它的大小，必須臨近海線，感覺還可以啊。不過這個港口它需要水電的話，我們肯定是不能從城市裡面把電源拉過來了，只能在旁邊去暫時放一個發電機。至於水源的話是沒有問題的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們這個遊戲裡面的水源呢，它是覆蓋了所有的平層的。水電解決了以後，我們可以先把這個道路去連接了，讓這個港口可以正常運營啊。就是我們需要注意一下它的這個方向問題啊。比如說選取一個單行道，從城市過來的車輛呢，這樣過來，然後去往城市的方向，讓它通過右方，稍微繞一點。這樣看起來沒有問題吧？方方正正的啊。這港口是建設好了啊，就是前方的這個空地呢，我们可以在旁邊去放置一個稍微立體一點的停車位，就方便有一些乘客他們想離開城市的話，可以把車開過來。正好檢查一下我們城市的船只，將乘客運送到湖州，這個好像和我們新建立的這個港口沒有什麼關係嘛。咱們再把遊戲稍微加速一下，看它會不會轉彎。不會轉彎的話，那說明它不是我們的船只。再看一下遠方，好像也沒有船只。將乘客運送到廣山，那這個方向呢？貨船。那麼現在既然沒有來到我們城市的船只，我們可以先來中間呢，在這兒去蓋一部分房子。他本來通過這個隧道過來的市民呢，他們可能有一部分是遊客啊，咱們可以在這兒蓋一些寫字樓，讓他們來到我們城市以後先打工，這樣好像沒有問題啊。
想一下啊，這邊的區域呢，我們先把房子蓋在這兒，然後上方再給他們留一片空地。那片空地呢，我們可以再建設一個城市的公園。哎，這是我們城市第一個寫字樓已經蓋起來了。之前由于這些市民呢沒有什麼學歷，所以我們需要把這些房子蓋起來以後看一下它的穩定性。穩定如果不行的話，還需要為他們蓋學校啊。憤怒的某某手遊公司啊，把這個名字給取消了，就叫手遊公司。然後這個稍微個性一點的房子呢，我們看一下金點子啊，這個名字還是比較合理的。对了，我好像沒有規劃那個信息產業區是吧？所以我們這個寫字樓呢，它的高度看起來會有點矮，不過也無所謂了。咱們看一下這些市民他們上學的話啊，他們工作的話，學歷的問題。中等教育還差4位，中等還差1位，問題不大啊，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。那麼我們在這個房子的邊緣呢，可以先建設一條馬路把它給圍起來。這個結構呢，在我們的後期可能還會再次的去移動。然後這個範圍就先不蓋房子了，我們把它連接了以後，中間的這個道路先取消了。那麼既然要做公園的話，咱們可以把這個公園的範圍圍在這兒，先簡單的去畫一點分區。把這個人工湖也加上去。OK， 這個範圍應該沒有問題了。維多利亞公園這個名字隨機的還可以。然後我們來到前方呢，找一個公園的大門。比如說我們現在需要建設遊樂場了。對於城市公園來說，這個遊樂場的建築還算是比較多一點。把這個大門呢，我們盡量要靠近內側一點。離路口太近的話，這裡肯定會堵車的啊。甚至後方還可以再加一些停車場。哎，那麼前方的這個道路呢，我好像少深了一條。我們把這條公園的道路先拉一條直線，拉在這兒了以後，先在十字路口的方向去放一些小型的建築，比如說這個遊樂園的廣場，稍微留有一點點的範圍。然後咖啡廳不着急啊，把這個衛生間可以放在這兒，放在公園入口的位置，直接來2個吧，一個男衛生間，一個女衛生間。你看我們剛放置了以後啊，直接進來了3個遊客啊。你看他們沒有見過世面的樣子啊，可能是我們旁邊的這個船運已經通車了。哇，給大家看一下，哎，這些都是步行過來的游客啊。现在我游戏是加速的一個狀態，如果說不加速的話，這個狀況是非常壯觀的。咱們去前方去看一下船只啊，會不會已經堵車了啊？堵船了啊？那麼我們把這條馬路上的汽車呢，讓他們禁止停車，全部停在旁邊的停車位上，不能亂啊！這裡堵車的話就不太好治理了。上周客流量0，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輪船呢，大哥？我們再把這個景別去拉遠一點，去看一下，這幾艘船應該是來到我們城市的，將乘客運送到港口，帶來了200位乘客。後方呢，200位，哇！瞬間1000多位游客就來到了我們的城市。那麼我們抓緊時間把這個公園幫他們建設好，建設好了以後，他們就多了一個可以消費的地方。2個衛生間已經有了，然後後方呢，咖啡廳咱們把它放在廣場的對面，就稍微錯亂一點吧。然後靠近湖面的位置呢，來一個摩天輪，這個摩天輪需要建設費用12000。哎，還好我掛了一會兒機啊，然後現在我們有140多萬。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摩天輪的一個視覺啊，他們乘坐上以後啊，一方面可以看我們的這個湖景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以看一下這個山景，感覺太棒了。由於我們公園正門這裡的範圍有限啊，我們需要在這裡去加一個小天橋了。從這裡把它抬高，然後越過前方的這條馬路，這個汽車通過應該是不受影響的。我們直接把它加在湖邊，然後在湖邊的位置可以去加一個釣魚台什麼？不對，不，這是一個遊樂場是吧？這個遊樂場好像沒有什麼釣魚台，那麼我們就在這個範圍去加一個衛生間。一方面呢，我們把衛生間放在這兒的話，它排水的話也會比較簡單一點。把這條路再延長一點點啊。
哎，這樣沒有毛病。OK， 然後這個方向呢也來一條路。我們後續還有一些鬼屋了，一些摇擺錘還沒有建設，把它延長過來以後，先自由的降落。基本上這個位置啊，我們可以再次的為它加上一個小門，也增加一個可以收門票的地方。遊樂園側門 ，OK， 放在這兒沒有問題。基本上這個公園的路網就做成這個樣子了，我們稍微隨機一點，在有一些不能放置建築的範圍呢，可以稍微的加一點石頭什麼的。這個石頭還是很漂亮的，就是我們公園裡面的樹木，這個顏色有點太淡了，旁邊可以來幾個稍微小型一點的，放在這兒遮擋一下這些樹木。由於這個地方的人口現在還沒有上来，我們環境可以先不着急打理，主要把這些遊樂園的這些建築呢全部給放齊了。這個遊戲攤位啊放在這兒，旋轉木馬放在這兒。這些遊樂園標誌性的建築我們盡量都把它放在大門的一邊。自由落體放在石頭旁邊。過山車，哇，接下來過山車的話，這個占用的面積是非常大的。好像只能把它放在這兒了。來，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空間啊，它的空间如果說太大的話，我們可能還需要再次的向右邊去挪动一點点，讓它占用一下我们公園內部的一些道路，就當成公園內部的一個貼磚了。那麼現在看起來的話，我們這個遊樂園的規模已經有了。那麼咱們去看一下這公園的遊客量啊。公園信息，收入130。現在遊客數量是66、69。那麼為了表示我們的遊樂園剛開業呢，我們先把這個門票呢做一個半價的服務，等人數多了以後，我們再偷偷的把這個門票給漲上來。哎，這樣簡直太棒了啊！來到城市的遊客也越來越多了啊，這個地方基本上就要堵車了。本來我是設想讓這個遊客通過這個峽谷裡面，再為他們做幾個天橋，讓他們稍微繞一點啊。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必要。怎麼了？遺體正在等待被運走。不對啊，我們這個城市殯葬服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公墓的容量3000，現在已經埋葬了1861。哎，那麼就不用管它了。OK，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這個港口啊。哇，這港口的客流量是越來越多了。不過這個地圖好像沒有那個火車的選項，我們建設不了火車站了。等後期可以在山上再平一塊地皮，最後我們再做一個客運機場。哇，現在的游客量可以啊。